那锦囊呢？般若一直贴身带着。打开它。现在？难道此刻还不到万不得已吗？若是真错过了3月春猎的机会，我们就真的完了。打开它。是。景环。这怎么是一封给誉王的信？写信的人不是玄机公主，是她的姐姐玲珑公主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本王不想再听到任何朝堂上的声音。听不懂我的话吗？殿下，我的殿下。您不能放弃。您背负的不仅仅是您自己的抱负，更是我们整个华族的希望。华族，这么多年，你名义上是辅佐我，暗中却行的是复辟华族之事。我不将你送去刑部治罪，以示对你的恩典，你还敢跟我提华族？殿下，般若也是直到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殿下的身体里一直流的是华族人的血。胡说什么？最近有言官上奏，说誉王设玄镜司和私炮房2起大案，朕仅是将他削诸幽闭，责罚的轻了，你觉得呢？陛下的决定，自然有陛下的深意。景环天资聪颖，从小就争强好胜，人人都说皇子中就属他最像朕了。其实朕何尝不是这样觉得？陛下，誉王如今被削诸幽闭，想来他不会再存承继王位之心了。陛下小惩大戒，他是个聪明人，一定会懂得适时收手的。就怕他像他的生母，偏执不化。陛下，祥嫔的身份，只有你知道。朕这些年对景环的偏爱与忌讳，也就只有你能懂了。哎呀，陛下，这好好的，怎么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呢？这个秘密，早晚会随着你我消失。哼，当初之所以升他为7诸亲王，除了有制衡太子之心，朕也确实想看看，如果他的德行能够超越太子，这天下
也就未尝不能交到他的手上。择贤而立。陛下胸怀宽广。真是宽广啊。可是你看看他这些年都干了什么？和太子争斗了这么多年，蝇营狗苟，斤斤计较，事事皆以自身的得失为首。有几次是真正为朕分忧的？天下交给他，你说朕能放心吗？咎由自取，咎由自取。原来我的圣母祥嫔，竟是华族的玲珑公主。师父玄机公主临终前嘱托，要我接近殿下，全力辅佐。时至今日，般若才明白师父的真正用意。殿下，你一定要为2位公主报仇。景环，娘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错信了梁王。他登基称帝后翻脸无情，不但没有遵守诺言，竟还给我们华族扣上勾结大禹、意图造反的罪名，派出赤焰军大肆杀戮。华族灭国不可挽回，娘成了千古罪人。后来，我娘是怎么死的？听师父说过，玲珑公主是在与大梁的最后一役中战死的。当时华族皇室逃出来的，就只有我师父玄机公主一人。父皇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无论我多么努力，你却总是对我忽近忽远。原来从我一出生起，我就已经注定永远不可能成为储君，因为你绝对不会让一个流着华族血液的儿子去继承皇位。你对我最大的恩典，竟只是把我当成你的一个棋子。从前压制太子，现在掣肘靖王。可笑，真可笑！我还一直心存希望，我就算再怎么和景琰斗，和景轩斗，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违逆你，和你斗。般若，去告诉夏江，3月春猎，咱们还有很多事要做。是。你当年是怎么得到这个皇位的？现在我一样可以做到。黄主司来了。哎呦，
娘娘，这个活怎么是您干的呢？这要是累着了，可怎么好啊？事情都是做惯的，我哪里就累着了？皇主司，今天又有什么好东西了？新到的春茶头一家啊，送完了养居殿和正阳宫，自然就是这儿了。娘娘正在炮制花茶，也许正好能用得着呢。娘娘炮制花茶一向只用峨眉毛峰，别的青绿茶都不用，更别说这武夷茶了。哎呦，那这个我可就不懂了。既然是好茶，那我就留下2包尝尝看。哎，多谢皇主司跑这一趟。我们纸楼宫一向简薄，但也是娘娘的一点心意，皇主司别嫌弃。哎呦，这孩子又折我了不是？娘娘的赏赐，谁敢嫌弃啊？娘娘，没别的吩咐，老奴就告退了。小离，拿紫檀盒装了，等下次景年进宫了，让他带走。是娘娘。那个孩子啊，从小就喜欢喝水，一头水牛。哼。果然是好茶。那是，我姐知道你爱喝这茶，专门派人从闽州送过来的。就算内廷司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茶了。有劳郡主费心了。我姐的心思啊，你记着就行。不过说实在的，这茶跟我素日喝的有什么区别？我怎么喝不出来？有人爱茶，自然就有人无感。还有些人，你只要给杯白水就行了。哎，飞流呢？我想找他玩会儿。大概在院子里吧。那我去了。啊，小王爷，你回去后给住在你府上的那位客人带句话。怎么，你要接他走啊？嗯，今天我便会派人去接他，你让他准备一下。他在我那儿住了快3个月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他。飞流，玩什么呢？少帅，少帅，只怪魏征一时不察，也不全是你的责任，能顺利出来就好。快起来，你先静一静，别那么激动。靖王马上就来了，一会儿说话要当心，尤其是对我的称呼，别失口了。是。魏征参见靖王殿下。殿下，大家还是坐下来说话吧。我想今夜说的话会很长。好，来，私下相见，不要拘礼。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，请坐。有许多疑惑，我藏在心中多年，本以为已再无解答，幸系上天护佑，让我再见旧人，还望你一一为我解惑。殿下，请问吧，魏征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当年梅岭一夜，还有其他的幸存者吗？有，只是不多了。有职分的恐怕就更少了。因为宣布成叛军之后就要服苦役，所以连士兵也不敢还乡，
只能流落异地，隐姓埋名。我认识的还有哪些？本来人就不多了，校尉以下的，恐怕殿下您也不熟识。既然你还活着，那么梅岭也不算无人幸免。也许还有其他的人能够。殿下，当时在下并不在梅岭，聂风率领的前锋部队没有按时赶到增援，少帅派我前去接应。那么梅岭怎么会打成这样？林帅带领的赤焰军是大梁国最强的战队，单凭谢玉和夏江从西境调来的10万兵马，怎么可能打成这样？难道连殿下也以为我们是跟谢玉厮杀成这样的吗？娘娘，您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没事，你去歇着去吧。是。宸妃姐姐，今夜静言会听到什么样的真相呢？小叔当年又到底经受了什么呢？以李帅的性格，我们是不会坐以待毙的。只是当谢玉的屠刀举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，已经没有力气了。恶战？难道当时谢玉所报的击退大于20万大军，力保北境防线不失，其实是你们的功劳？大禹以军武立国，如果不是我们赤焰军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灭掉他们引以为傲的黄蜀大军，大梁的北境怎么会有这13年的太平？此战之后，我们也军力危殆，伤亡惨重，不得已只能原地休整。这个时候，少帅已经察觉出不对了，以为本该来接应的聂风迟迟没有出现，所以少帅派我前去接应。谁知道我刚出山口，谢玉和夏江的10万大军就赶到了。我竟然还以为他们是援军。梅岭沦为地狱，被焚烧成一片焦土，遍地焦尸，面目全非。与最彪悍的黄蜀军厮杀，我们都挺过来了，没想到最终却死在了自己的友军手下。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。活下去！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。
原来小叔真的回不来了。这整整13年，7万亡魂未安，无名未雪。纵然我萧继言现在旗主家珍，荣耀万丈，到底有何意趣？有何意趣？殿下，殿下。靖王殿下，自安有皇上钦定，牵连圣王，不是那么容易说翻就翻的。未经之计，当暂压悲愤，徐缓图之。只要殿下目标坚定，又何愁此事不成呢？是啊，殿下，要翻案，就是要陛下认错。可这个错太大了，陛下怎么认呢？再说，魏征现在是逆犯之身，他的这些话也无法在朝堂上示众，请殿下务必三思。可是这么大的冤屈，就这么忍了吗？我们血战沙场的将士们，就只有这样的结局吗？并非是赤焰军一家，这里面还流着齐王殿下的血。正如蒙大统领所说，要犯此案，皇上必须认错。这就意味着在后世的史书中，必定会留下他冤杀功臣和皇长子的污名。此事谈何容易？殿下，若要达成你最后的目的，此时此刻，千万不能提出重审赤焰之案。容我提醒苏先生，我最后的目的就是昭雪此案，其他暂时可以靠后。是，苏某敬记。春雷将至，本来还有些事要跟先生商量，只是心绪难平，就不多言了，还望见谅。殿下客气了。至于魏将军，此处人少清静，住着安全，殿下可以放心。如此就有劳先生了。此次你能获救，全靠苏先生。你住在此处，还需一切听从先生的指令。是，魏征一定为先生之命所从。哪有什么先生之命？殿下和魏将军都客气了。如此，便不多扰了。告辞。四姐，说几句假话死不了人。你想让他活着，总得有活着的理由吧？只要我问到我想要的，自然就放你们远走。玉娘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我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逃出来的。我们快走吧。好，我带你走。只要跟盟里的兄弟们接上头，咱们就安全了。你不能再回江左盟了，你现在已经是反叛的身份，而且你的主人已经死了。不，你说什么？我昨天听见看守我的人说，梅长苏在玄镜寺被人下了毒，已经毒发身亡。你现在是无主之人，就算逃出去，我们也只能离开京城，逃到乡下去了。不可能，宋楚他不会的，不可能的。怎么不可能呢？玄镜司的手段你是知道的，只要被他们下了毒，绝无生还的可能啊！不会的。宗主他身边那么多人，有燕大夫一直给他疗伤，还有练少阁主救命的药丸。宗主当年火寒止痛发作的时候，那么凶险，他都熬过来。火寒毒？什么火寒毒？殿下，不日就要春猎，我得到消息，陛下只带静妃一人随行。此外，他还吩咐靖王把梅长苏也带去猎场。好，带走梅长苏，留下皇后。天助我也！只是，皇后毕竟不是华族人，她会愿意出手相助吗？由不得她不出手。这么多年，我乖乖听话，娶了她替我选的王妃，结交了她身边所有的权贵。这时候想脱身，已经晚了。苏先生，殿下，那就是九安山猎宫。我刚在想，这好好的一座猎宫为什么不住，偏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呢？这座猎宫只有每年秋猎的时候才能入住，春猎原是疑点，历朝时传下的规矩，不得入住。原来是这样。龙帐那边没事了，父皇已经歇息。殿下，殿下，苏先生，苏先生的营帐要围在中间，小心戒护，不得大意。正是这样安排的。苏先生的营帐已备好，现在就去歇息吗？殿下，这几日一直在赶路，的确是有些疲累。苏某失陪了。也好。母妃还说想请见先生一面。估计也不会急着就在今日，先生请休息吧。
王偏心，谁敢跟景琰比这个呀？你们怕，朕不怕。景琰，来呀！这！列将军，他们都走了，你怎么不去啊？哦，殿下吩咐我在这保护先生。有什么危险的？有这么多人呢，你去吧。好。苏先生，别着急，一会让飞流哥哥带你去。但是记住了，现在是春天，万物复苏，不宜杀生。所以春猎还是以疑点为主。一会儿你们别追着动物乱跑，四处看看就行了。是先生。去吧。苏兄是收庭生为徒了吗？算是吧。好生偏心啊！你都没教过我。你还记不记得，第一次参加围猎的时候，是谁教的你规矩？是林殊哥哥。景琰这些日子不是太有精神，也不愿意说话，像是有什么心事似的。年轻人嘛，有时会一时高兴，一时不高兴。哼，管他们呢。反正不是你的亲儿子，你倒是心宽。你真是孝顺。三哥，景琰，怎么了？怎么不高兴呢？景琰，没什么，只是这一下不知怎么了，老是感觉心神有些不定。我看景琰是后怕了吧？玄镜司也太恶毒了，想想都让人心惊。这要是换了我呀，早就吓得跳井了。亏了是景琰，久经沙场，竟然能撑得住。你玄镜司才看不上你呢。那倒也是。陛下恐怕要睡上1个时辰呢。我先回自己营帐，有劳高公公看着。贵妃娘娘放心，等陛下一醒，老奴马上叫人通知娘娘。去找靖王，让他请苏先生来见我。是。见过宁王殿下，怀王殿下。殿下，贵妃娘娘让您请苏先生去她的营帐。苏先生，靖王待静妃娘娘有请。
参见母妃。这位，就是我经常跟母亲提起的苏先生。草民苏哲，参见静妃娘娘。母亲，免礼。谢娘娘。苏先生，一路辛苦，请坐。是。苏先生在京城住了有1年多了吧？还住得惯吗？京城就是冷了些，其他都还习惯。先生怕冷？是。景言，你最不会照顾人的，有没有注意到先生帐篷里的炭火可够？这野外扎营，可要比屋子里更冷些。娘娘这就错怪靖王殿下了。他照顾得很周全，现在已经没人敢来我帐里，都觉得太热了。在烈宫，可不比在京城。你时常要帐内帐外的走动，如果里面极暖，外面极冷，只怕更易生病。先生帐子里还是要多通通气，以确保温度适宜的好。多谢娘娘关心。等等，先生冒风而来，不宜饮此茶，去取紫姜茶来。是。娘娘还真是深谙保养之道。先生为景言如此尽力，我敬先生一杯茶吧。怎敢劳烦娘娘亲自斟茶？请。哎呀，先生烫到没有？不碍事，娘娘不用担心。母亲，你今日是不是有些疲累？要不歇息吧，我与苏先生改日再来。我看先生面色透白，气促不匀，病势应已缠绵了许久。我倒还略通医道，先生如果不介意，可否让我切一切脉？变幻，风云几卷，乱世起，青蓝。雪仍烟，何人心念？烈火清平原，挥剑诀别红颜，无一绪余年，的确为。好气仍在冰息，石破长夜边。
江山如画，是我心。